嗨，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我们将使用 Unreal Engine 5.7 版的 Control Rig 开发一个可以用于任何人形角色的 Foot-IK 插件。你可以轻松地把它集成到自己现有的项目中，不需要改动任何一行代码，只需要简单的配置就可以让同一个 Control Rig 适配你的人形角色。大家都知道 Unreal Engine 项目模板中自带了一个用 Control Rig 实现的 Foot-IK， 但它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Unreal Engine 自带的 Foot-IK 是不具备脚面自动适应斜面的功能的，并且 Unreal Engine 自带的 Foot-IK 依赖于特定的骨架，因此当我们将它应用于其他骨架的时候，就需要复制 Control Rig 文件并修改其中的代码。即使我们把它强制使用在一个很相似的新骨架，如果新骨架中有一些额外的骨骼或者缺少某些骨骼， Control Rig 也会出现讨厌的警告，甚至是报错。今天我们就将解决以上问题。在正式实现我们的 Foot-IK 之前，我先简要解释一下制作这个插件的思路和用 Control Rig 实现 Foot-IK 的基本原理。首先，要想让 Control Rig 在不改动代码的情况下适配所有骨骼，我们只需要做到3件事：一、Control Rig 的创建不依赖任何骨骼；二、所有计算所需的骨骼都通过存储骨骼名称的字符串来调用；三、所有的控制器和临时骨骼都用程序代码来生成。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下用 Control Rig 实现 Foot-IK 的基本原理。在角色处于地面时，我们通过射线检测分别获取2只脚在地面的投影位置，也就是落点位置，获取这个位置相对脚部的相对位置 Offset Z， 将2只脚中 Offset Z 小的那个作为 Pelvis， 也就是骨盆的偏移量 Pelvis Z， 然后用 Pelvis Z 移动骨盆，并将2只脚定位到各自的落点位置。最后，通过 Control Rig 中自带的 Full Body IK 实现膝盖和脚踝的弯曲，然后通过射线检测到的地面法线矫正脚部朝向。这里我也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IK。 所谓 IK 就是反向动力学，和它相对的是 FK 正向动力学。 FK 是动画中为角色摆 pose 的最基本方式。角色的骨架在逻辑上是一个树形结构，每个骨骼 A 都有自己的副骨骼 B， 这时候 A 叫做 B 的子骨骼。最基本的情况，当我们想为角色摆 pose 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某个骨骼开始摆 pose， 然后摆放它的子骨骼，一级一级向下摆，这就是 FK 正向动力学。而 IK 反向动力学就正好相反，我们移动子骨骼时， IK 系统会自动为我们推算出它的副骨骼的 pose， 并且逐级向上传导。IK 曾经在动画师制作动画时有广泛的应用，随着游戏引擎中提供了运行时的 IK 系统， IK 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了游戏运行时动画的实现中。简单介绍完基本原理，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吧。首先，我们新建一个 Unreal Engine 5.7 项目，我们选择第3人称模板，这里的资源我们仅用于测试。我将项目命名为 Common Foot-IK。为了便于大家观看，我使用了一个叫做 Electronic Nodes 的插件，它只是一个编辑器插件，让 Blueprint 更美观，并不影响最终的结果。好，我们先看一下 Unreal Engine 自带的 Foot-IK 的效果。我们看到它有基本的 Foot-IK 功能，但脚面不会自动适配斜面。为了便于未来的使用，我们把今天 Control Rig 放在一个自定义插件里。首先创建一个新的插件，选择 Content Only， 将插件的名字命名为 Common Foot-IK Plugin。我在 Author 中添加了我的昵称，开发游戏的老王。然后点击 Create Plugin， 这样我们的插件目录就创建好了。我们可以在 Content Browser 中看到这个目录。打开 Common Foot-IK Plugin， 在里面新建一个 Control Rig 文件，
并把它命名为 CR Common Foot IK。这个 Control Rig 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骨架。我们先定义几个 name 类型的变量，这些变量用于存储骨骼的名字，这些骨骼将用于实现 Foot IK。后面我们把 Control Rig 应用在特定骨架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因为这些变量需要一个默认值，因此我们根据最常用的 U15 Mannequin 骨架来设置它们的默认值。首先是 pelvis or hips。我们将它的默认值设为 pelvis， 注意开启它们的可见性，因为后面我们将在动画蓝图中设置具体的值。接下来是 Psi L。我们将它的默认值设为 Psi L。接下来是 Psi 2。我们将它的默认值设为 Psi 2。接下来是 Calf L。我们将它的默认值设为 Calf L。接下来是 Calf 2，我们将它的默认值设为 Calf 2。接下来是 Foot L， 我们将它的默认值设为 Foot L。接下来是 Foot 2，我们将它的默认值设为 Foot 2。我们给这些变量整理一下分类，把它们归为 Bone Names 类。接下来我们要使用 Control Rig 的 Construction Event， 这个 Event 相当于 Control Rig 的构造方法。在这里我们要动态导入角色的骨架，并生成几个用于辅助计算的骨骼。我们添加一个 Import Skeleton 节点，这个节点在 Control Rig 添加到动画蓝图时会自动导入所在角色的骨架。然后我们创建两个辅助骨骼，我们添加一个 Spawn Bone 节点，将 name 设为 Control Foot L， 并把 Space 设为 Global Space。 这个骨骼不需要副骨骼，它只是用于辅助计算。把 Control Foot L 存储在一个变量里。
我们新添加一个分类，并命名为 runtimes， 把这个变量命名为 control_l。同样的，我们再给角色的右脚添加对应的变量。我们再逐一检查一下 bonenames 的默认值。我们先添加一个布尔型变量，并命名为 shouldDoFootIK。注意开启它的可见性，这个变量会在动画蓝图中被访问。我们把它放在 Settings 分类中。接下来，我们要使用 forwards_solve 事件。这个事件用于游戏运行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actor 中的 take 事件。每一帧先判断一下是否需要执行 footIK， 这个判断条件未来会让动画蓝图来计算。接下来，我们对 control_footl 和 control_foot2 进行重置。先添加一个 setTransform 节点，我们将 control_footl 的 global space transform设置为对应的 footl 的 global space transform。同样的，我们对 control_foot2 进行重置。我们先添加一个 sequence 节点，接下来我们要实现射线检测。我们新建一个函数，并命名为 footTrace。
我们先添加一个输入参数，这个参数的类型是 rig element key。我们将它命名为 foot control bone。我们获取到这个骨骼 transform 中的 translation。先计算一个射线检测的起点位置，给 translation 的 z 分量加上一个值。将这个值命名为 trace start height。开启它的可见性，我们可以在动画蓝图中调整它的值。我把它的默认值设为30。接下来再给计算一个射线检测的终点位置，给 translation 的 z 分量加上一个值。将这个值命名为 trace end height。开启它的可见性，我把它的默认值设为-50。接下来使用 Sphere Trace by Trace Channel 进行射线检测。把射线的起点位置和终点位置分别拖拽到 Sphere Trace by Trace Channel 的 Start 和 End 中。我们把 Trace Channel 也升级为变量，这样以后就可以根据情况设置射线检测的 Channel 了。我们把 Radius 也升级为变量，并命名为 Trace Radius。然后把这些用于后续设置的变量都放在 Settings 分类中。我们给 Hit Location 也添加一个 Z 轴上的偏移量，这个偏移量用于微调角的高度。我们将它命名为 Foot Height。注意开启它的可见性。我把它的默认值设为2。我们把这个结果通过 Return 节点输出。注
注意 Control Rig 中的射线检测结果在 Rig 空间，因此它恰好可以作为偏移量使用。接着，我们把射线检测的 Hit Normal 向量也通过 Return 节点输出。我们简单整理一下蓝图。我们分别对左脚和右脚进行射线检测，并计算出两只脚落点的位置。先把左脚输出的高度存储在一个变量中，并命名为 Z offset L target。然后把输出的 normal 也存储在一个变量 normal L 中。接下来对右脚进行同样的套路。接下来，为了让动画平滑，我们对 Z offset target 做差值计算。这里我们使用了 Alpha Interpolate 节点。我们把输出的结果存储在 Z offset L 和 Z offset 2中。
接下来，我们通过 z offset L 和 z offset R 计算 pelvis 的偏移量。比较 z offset L 和 z offset R。用其中比较低的那个值作为 pelvis 的偏移量，并存储在 z offset pelvis 中。接下来，我们对 Control Foot L 和 Control Foot R 实施偏移。我们使用 Modify Transforms 节点，注意 Modify Transforms 节点的 Mode 要使用 Additive Global， 因为我们是在 Control Foot 当前的位置基础上增加偏移量。最后再对 pelvis 实施偏移。同样的 ，Modify Transforms 节点的 Mode 要使用 Additive Global。接下来，我们通过 Full Body IK 节点实现膝盖和脚踝的弯曲，添加一个 Full Body IK 节点。把 pelvis 设为 Full Body IK 节点的 root。
然后点击 Effectors 旁边的加号按钮，添加一个 Effector， 把 Bone 设为 Foot L， 把它的 Transform 设为 Control Foot L Global Space 的 Transform。 同样的方式，再添加一个 Effector。我们把 Root Behavior 设为 Pin to Pull， 把 Max Angle 设为45， 这是膝盖和脚踝弯曲的最大角度。到这里，我们已经实现了 Unreal Engine 自带的 Foot IK 的基本功能。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我们找到 BP Third Person Character 中使用的动画蓝图，找到其中的 Locomotion 状态。Locomotion 是角色的地面状态。点击并进入里面的状态机，选择 Control Rig 节点，将 Control Rig 设为我们的 CR Common Foot IK， 刷新一下，并重新连接一下输入。我们把参数显示一下。这里很多的默认参数都是按照 UE5 Mannequin 设置的，所以暂时不需要更改。把 Is Falling 和 Not 节点连接到 Should Do Foot IK， 因为只有角色在地面的时候才需要执行 Foot IK。 好，我们运行一下游戏，看看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角色已经拥有了基本的 Foot IK 功能。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角色在上坡时出现了抖动。我们回到 Control Rig 中查找一下问题。原来是在 Control Rig 负责平滑的逻辑中，我们忘记了勾选 Alpha Interpolate 节点的 Interp Result。
我们把两只脚的 Interpret Result 勾选上，再次运行游戏，看看结果。非常好，角色上坡时已经没有抖动了。我们调整一下圆台的高度，检查一下膝盖和脚踝的弯曲情况。OK，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实现脚部和鞋面的对齐。我们先定义一个布尔型变量，并命名为 Use Foot Rotation。开启它的可见性，因为我想让脚部对齐，这个功能是可选的。我们添加一个 branch 节点，当用户将 Use Foot Rotation 设为 True 时，程序才进行足部矫正。我们定义一个 setFoot Rotation 函数，再添加一个 float 型的 movement speed 变量。开启它的可见性，我们希望只当角色在地面静止时才矫正脚部的角度。我们把这个阈值设为1，当速度小于1时，我们认为角色是静止的。然后添加一个 name 类型的输入端，用于输入脚部骨骼的名称。接下来，我们使用 AIM 节点和先前获取到的 Normal 向量矫正脚部的角度。这里我们不需要 secondary axis， 所以我们把它的权重 weight 设为0。注意把 primary 的 kind 设为 direction， 这是告诉 aim 节点我们输入的 target 向量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位置。然后我们把 target 连接到 input 节点，等待后续输入。
我们把这个输入改名为 normal。我们把 primary 中的 axis 也连接到 input 节点，因为不同的骨架，它们的旋转轴向可能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后期调整。接下来，我们继续实现左右两边脚部的矫正。先实现左脚，把 Set Foot Rotation 的 Axis 输入端升级为变量，并命名为 Axis L。同样的方式实现右脚。别忘了开启 Axis L 和 Axis R 的可见性。这里我根据 U15 Mannequin 的骨骼轴向分别为 Axis L 和 Axis R 设了默认值1、0、0和-1、0、0。到这里，我们的 Control Rig 就实现完毕了。看，我们这个 Control Rig 并没有依赖任何特定的骨架结构，所有和实现 Foot IK 相关的骨骼都是可以在动画蓝图中配置的。接下来，我们回到动画蓝图，把刚才添加的 Use Foot Rotation 和 Movement Speed 以及 Axis L 和 Axis R 显示出来。找到动画蓝图中的 Velocity 变量，计算它在 XY 平面的向量长度，也就是角色在地面上的速度大小，输入到 Movement Speed 中。好的，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看看结果。可以看到角色的脚部已经可以和鞋面对齐了。角色的脚底和地面有点距离，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foot height。太棒了！接下来，我们用 Mixer Mode 角色试一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并命名为 Mixer Mode。然后导入我事先准备好的 Mixer Mode 角色。这个角色带有动画，两只脚有一些距离，很适合测试我们的 Control Rig。
给这个角色添加一个动画蓝图。在动画蓝图中拖入刚才的动画，开启它的循环，然后添加 Control Rig 节点，将其中的 Control Rig 设置为我们的 CR Common Foot IK。把关键的变量显示出来。Mixamo 骨架和 U15 Mannequin 命名方式不同，所以我们要把 Bone Names 设置一下。简单起见，我把 Should Do Foot IK 直接设为 True。我们把这个 Mixamo 角色替换到之前的 BP Third Person Character 中。别忘了把它的动画蓝图也替换一下。好的，运行一下游戏试试看。Mixamo 角色也拥有了 Foot IK， 而且我们用的是同一个 Control Rig， 太棒了！如果你想把我们开发的插件移植到你的项目中，只需要把 Plugins 中的 Common Foot IK 文件夹原封不动地拷贝到你项目的 Plugins 文件夹中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